没打仗你人都没了，你这太牛逼了，皇上你太牛逼了。792万出生新生儿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大清乾隆年间就是这个数。未来的中国，少子化的中国，房子根本就不值钱。你一党独裁不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看长远吗？你说他妈的西方民主国家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都他妈是打工的，只看眼前。你共产党都他妈是终生执政的，你们他妈怎么不看长远一点啊？什么经济增长啊，什么市场啊，和美国争霸不要考虑了。为什么？没有人了，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插播今天的新闻，这个新闻不说不行。中国人口连续第4年出现暴跌啊，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为1949年以来的新低。现在呢，我们来看看 BBC 和纽约时报的官方报道吧。中国正在将生育宣传为爱国行为啊，这跟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是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反复督促催促新婚夫妻赶紧生孩子，并且对避孕套开始征收增值税。为了鼓励民众，中国政府现在想尽了办法。然而这些努力均告失败。2025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正式超过出生率，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大概24个小时以前啊，中国官方正式公布了统计数据，政府公布的。大家知道政府一般会粉饰一下，但是我猜这个数据是实在是太难看了，以至于粉饰完了都这么难看。2025年中国人口出生数字为792万，去年2024年是这个数字是954万，接近1000万，今年已经变成了800万不到了。死亡人口增至1131万，持续上升。根据官方的数据，每1000人中的人出生人数降至了5.63，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个数字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啊，有一段时间是有灾难的，比如1960年3年大饥荒，那个时候的出生率居然比现在高，所以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那么当然这不是中国特色啊，以中日韩为代表的，包括加拿大、澳洲啊，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的发达国家，都在面对出生率急剧下降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穷国进入到发达国家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然而中国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一半人口还生活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状态中。那么他们为什么也不生了呢？那么中国南开大学的教授吴帆说，中国面临极低生育率带来的严峻挑战。这话说的不过瘾，隔靴搔痒，这个不是严峻挑战，是他妈的不亚于2战日本入侵的这个规模的挑战啊！一会儿我跟大家讲讲 predict， 就是预测一下的话，中国会发生什么啊？所以从元旦开始，中国政府对避孕药、避孕套征收13%的增值税，此举引发了嘲笑，因为年轻人表示，与养孩子的庞大支出相比，避孕套和避孕药的支出再涨也涨不过小孩的费用，所以呢，不会影响自己的生育意愿。还有人指出，哪个天才想出来的这种高招呢？但这些各种有律师骂他们，各种这种负面言语呢，已经被严肃的删平啊，都删光了。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政府的专家学者和民间的人士呢，提出用钱呀，用房子呀来支持，看行不行？包括我们的教友一个大学老师，他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但是呢，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峰教授指出，各国的经验表明，经济激励对提高生育率几乎没有效果啊。王峰的这个数据呢，是采信于普遍的发达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德国，比如说日本，都有对新生儿的各种补贴经济类的刺激作用，那没有作用。但是我在此认为王峰是一派胡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特殊情况，一个国家普遍富裕了以后，那你提供这点牛奶金这种东西，那可能微乎其微除了移民穷国的这种人口会为了牛奶金多生孩子牺牲自己，富裕国家的本土居民他不会考虑那牛奶金毕竟是相对于他的自由来说，那是可以看得出来孰重孰轻的。譬如说加拿大，我就不知道牛奶金多少钱，我们从来没领过，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如果是政府必须发的，那按月给的，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他妈妈打到妈妈账户上，那反正就是申请我们家没干过，所以我们代表很多人就是不敏感对于这个问题。所以王峰他属于在发达国家就是说那个何不食肉糜的这样的言论。为什么呢？说中国用钱是可以的呢？因
因为中国人这个数据是这样，人口出生率最低的省是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的生育率是低于韩国很多的，这说明中国的各省出生率与各省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成负相关，就是正相关，收入水平越低的省，中国的这个出生率就越低。它跟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出生率低，并不是富了之后追求自由，而是他妈养不起王峰你这个何不吃肉糜的啊美国专家，你在这瞎鼓捣什么玩意儿啊？你那书都是不是读傻了呀？加拿大、澳洲、德国是因为人富不想生，年轻人浪作的、浪催的他就玩他不想生。中国不是，中国是养不起，你接不接点地气啊？你还王峰呢？你出国几年了？所以中国你不能把发达国家的经验套用到中国身上。中国人不生，在很大程度上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不排除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有一些年轻人为了追求自由不生，但是更多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养不起。所以中国智库发表了一个报告，叫《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年白皮书，它的数据支撑我这个观点，指出在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花费的成本是全球最高的。报告指出，所有的国家的 GDP 人均 GDP 和人均养育孩子成本做了个比较，发现澳大利亚是 2.08 倍，德国是 3.64 倍，就是养一个孩子到18岁花的钱和人均 GDP 啊，人均 GDP 如果是1万美元啊，在澳大利亚养一个18岁的孩子，养到18岁要花20800，德国是 3.64 倍，就是德国是36400，美国 4.11 倍，就是美国是41100，就是你用4年的人均 GDP 能养活一个美国孩子到18岁，日本是 4.26 倍，跟美国差不多，而中国高达 6.3 倍，而中国又是个穷国，所以中国家庭0到17岁，就是这个孩子养大的平均成本53.8万元人民币。如果送到大学本科毕业，0岁到18岁的大学毕业之后的养育成本是68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将近70万人民币。就是中国人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一定能上大学，一定会送上大学，70万一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承受不了的，所以生育成本过高，女性要兼顾家庭，中国可是双职工家庭啊，中国女性生了孩子不像加拿大呀，或者说日本呀，女生就不上班了，中国不是啊，所以女性在这个里边格外的累啊，所以呢，中国的情况跟日本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认为教授说错了，用钱和房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提供几个数据，认识到这个事情有多严重。1960年代，就是我们的60后的朋友们，那个时代60后出生上小学红领巾的时代，中国的人均每年新生儿是2800万。1960年60后到我们70后、80后、90后，我们这一代人吧，这30年，中国的平均新生儿的出生数量是2000万，虽然到不了2800万了，虽然计划生育了，一胎化了，还在2000万。00后啊，就是我大闺女，他们现在上大学的这波小孩，在中国那个时代，00年到10年平均的每年出生啊1500万，也不错。真正的拐点发生在2019年啊，就是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之后，尤其是疫情发生了之后，亲自指挥之后，一下子跌到1000万大关了，1200万、1100万、1000万，今年了700万、792万、800万，所以这个断崖式下落呀！1960年可是在挨饿呀，饿死了好多人。那个时候新生儿居然都比今年高，所以我们的网友呢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说，针对3孩及以上家庭，就是鼓励生2个以上，要提供全面国家全额保障制度，这个非常适合中国人啊！因为你不要拿日本、拿德国、加拿大比，那他们收入比你高多了。所以中国人是真养不起啊！所以用国家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换取人口结构的复苏复兴。以房养人，就是提供住房，2孩以上3孩家庭国家免费提供住房，每户至少分个3居室，免费居住，一直到最幼年的孩子长到18周岁，这个主意非常好。第二，他提了个要求啊，叫退出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女成年以后，父母就没孩子了，父母呢就可以选置换小户型，或者市场价格付出租金倒腾退出来，把那个大房子倒腾，他的意思就是倒腾给新来的这个新成家的年轻的父母们，确保房源的流转。没必要啊，没必要。
为什么？那个贫穷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力啊！你们认为房子是值钱的东西，我告诉你啊，未来的中国，少子化的中国，房子根本就不值钱，所以没有必要确保什么房源流转，有的是房子没人住，所以呢，完全没有必要，就讲给他了，就给你了，就送给你了。你3、5个孩子，将来孩子就是可以继承，可以上市卖掉，这个是要讲就讲到底。第3条呢，就是医疗提供终身免优的医疗，对于2、3个孩子、3个孩子以上的多孩父母要享有终生免费医疗待遇，视同母亲对国家的战略性贡献。多子女家庭的子女部分22周岁以前也可以享受全额的免费医疗健保，这个当然应该了，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啊。所以他如果要是你说中国没钱了，因为我们又要一带一路，我们又要支持电诈，我们要支持穷兵黩武的独裁政权，好了，那然后我们经常大撒币去非洲弄不回来，那钱不够了，钱不够怎么我还修了雄安也回不来了，那无所谓啊，无所谓，讲多孩家庭就行了，不是每个人都健保全民健保，那我们可以奖励多孩多子女家庭健保，对不对？第4条，教育全程公费，这是西方标准啊。12岁以前必须有个成年人陪护，怎么办呢？父母都在上班呢，国家提供托儿免费。12岁到18周岁呢，就是18岁以前的教育全部免费，义务教育。第5呢，就是营养食品配给，直接的定点供应，所有的多子女家庭牛奶、蛋肉、米面、基础营养食品全部免费配发到户，直到子女成年。那其他国家措施我证明这个是确实有的啊。其他国家呢直接发钱，叫牛奶金，你可以不发钱，你可以发兑换券，就是食品兑换券，就是类似于美国的白卡。比如说你这玩意儿买不了电视，买不了房子，买不了汽车，但你可以买肉蛋奶油随便买，就是给多子女家庭的。我个人计算了一下，一个孩子给800人民币就可以鼓励5个孩子以上的父母基本上就可以不怕失业了。1个月4000人民币，如果不是在1线城市的话，只在个2、3线城市，如果不用买房子家里边有了房子吧，或者国家给了一套房子呢，1个月4000人民币孩子吃是够的全家吃都够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网友叫一天行网友提出的建议非常好，非常好，希望国家能够重视。为什么呢？我给你们念一个报告，叫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他采取了一个数据叫 TF2， 叫总和生育率。TF2 是什么意思呢？总和生育率不像人话，说出人话来就是什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生几个孩子，这就叫总和生育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女生生了3个，我老婆生了3个，我们家的 TF2 就是3。这懂了吧？就这么简单。你们家是独生子女，就1个孩子，你们家这个 TF2 就是1。所谓的 TF2 就是一个国家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总生的孩子的子女数的平均数。所以低生育的 TF2 代表是韩国，韩国是多少呢？韩国0.7 0.72。他说老王，那今年中国哎呀不好意思，今年中国比0.72可能还低。所以呢，韩国是典型的一个低生育率的 TF2 国家，是0.72。中等呢？中等是1，就是 1.05， 稍微多那么一点点。说积极呢？积极是 1.3， 就是一个女性平均生 1.3 个孩子，所以都不敢往高说了，说那这平均了2不行吗？3不行，不敢，奢望给钱都不生现在。所以呢，所有的方案里边，目前看最结合现实的居然是第一方案，就是中国能够达到韩国的水平0.72到韩国0.72是个什么样的未来呢？我给大家推演一下，这是用数据说话的，人口总数。首先第一个数据，如果中国的生育率就是继续下降，甚至达到了韩国现在的水平，就是0.72，这个是可怕的数据一个韩国女人这一辈子只生0.72个孩子。那么如果中国也是这个数据，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数据现在就是这个数据了。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就是说那老王呢比这个还低呢？不敢想象那不敢想象。如果是韩国数据的话，到2035年中国的人口会到13亿。如果假设现在是14亿4千万到2035年中国人口只剩13亿了。到2050年，就是我75岁的那一年，我们能看见11亿，中国人口变成11亿。到2075年，就是100年，也就是我100岁那一年，就是我肯定挂了那一年，中国的人口是6.8亿，6.8亿。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是3.2亿，总人口3.2亿，它是个指数下跌，它不是说均匀下跌，它是指数下滑的。所以如果保持目前的低生育率的话，中国的人口总量的减少会越来越快。不到100年，80年以后，事实上75年以后，中国就只剩下3亿人口了，太可怕了，这个数比美国人口还要少得多。
所以呢，新生人口，这是总量啊，总数，新生儿什么数量呢？如果保持 0.72 的水平延续到2100年，新生儿就是小孩的数量就更可怕了。2035年新生儿只有540万，今天数据是792万。我操，他妈已经觉得是太低了，但是没想到看未来，今年居然是最高点，就是未来80年，今年居然是最高点。2035年就是10年以后，中国的新生儿只有540万，比现在800万还要跌一大截。到了2050年降至400万。新生儿只剩现在的一半了，2050年。那么到了2100年，2050到2100年这个区间里边，每年平均只剩100多万小孩，这么个泱泱大国，一年只剩100多万小孩，当兵都不够了，就都当兵都不够了。所以具体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呀。到2100年呀，如果要是这样低生育率的话，75年以后，中国一年的新生儿只有64万。我说的是平均20年100多万，大家不要忘了是越来越少，而且减少的速度要呈加速趋势。那么第三就是育龄妇女总量啊，育龄妇女就是你直接给她钱，直接给她刺激，她直接能生的这些所谓的育龄妇女的总量会有发生什么变化呢？那么2010年就是大概15年以前，中国的育龄妇女就是15岁到49岁啊，具有生育率的女性3.8亿人，到现在人口普查3.1亿人啊，生育能力的只剩3亿了现在。那么在低生育率的这种景愿下边，我们的育龄妇女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2031年育龄妇女第一次，中国的育龄妇女不到3亿人，到2041年2亿5千万。2041年可不太远啊，2041年2亿5千万，2050年再过10年2亿。然后呢，就跌破2亿了，平均每年减少400万，平均每年减少，迅速的降。到2070年，能生小孩的女人跌破1亿，到2100年，全中国能生小孩的女人只剩下3500万人。我说的不是恐怖故事，就是如果党和国家人民啊不重视这个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不重视这个问题，到了2100年，短短75年之后，中国能生小孩的女性只剩3496万人。今年这个数持续不恶化的话，3500万女性能生孩子。那来不及了呀，操！那怎么办呢？一共啊，从15岁到49岁，一共3500万。你不可能人人都给你生啊，1/10能生不错了。所以你怎么拯救你的人口啊？这么大个国土面积，你现在10多亿人，你觉得人多？剩他妈3亿人的时候，你就傻逼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什么经济增长啊，什么市场啊，什么生产和美国争霸，不要考虑了。为什么？没有人了，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直面中国常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我们说计划生育还有一点意义的嘛，2000年以后计划生育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国策。2000年到2020几年刚刚解除计划生育，他妈的少生了20年的人口。所以你现在他妈的尝到苦头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一党独裁不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看长远吗？你说他妈的西方民主国家1人1票选出来的总统都他妈是打工的，只看眼前，你共产党都他妈是终生执政的，你们他妈怎么不看长远一点啊？那么活到150岁谁给你打工啊？所以现在呢，你知道印度是什么数？我都不敢吓唬你们。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国家、土耳其，包括这个数据呀，高的吓人呐！我操，3呐，这咱是0.7呀！我操，你这怎么比呀？你这怎么比呀？你说2100年你是他妈3亿人，人家他妈30亿人呀！所以就急把你急死了。哎，我是海外孤中啊，我不反党啊，我不反党，不反国，我是海外孤中，我身在海外，我操心华夏的未来啊，就是我们都是同文同种的，你们他妈混嗦嗦了，我们在外边也完蛋了啊，所以我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这个问题啊，按照我们的思路啊，生小孩免费养啊，一个孩子给800代金券，然后一个孩子给个31厅，给了啊，不往回收，然后所有的孩子成年之前免费医疗，父母只要生3个孩子终身免费医疗，你必须这么干。叫什么借机用重不是叫乱世用重点呀？你现在等他妈没打仗呢，没打仗你人都没了，你这太牛逼了，你太牛逼了，皇上，我操，皇上你太牛逼了！792万出生新生儿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大清乾隆年间就是这个数。我他妈研究历史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业余，但是我喜欢干这个数。乾隆年间新生儿出生700多万。我操，你太厉害了！我操，你一夜回到150年前，我靠！你不要往后活了，你往前活吧你
啊，妄议中央了，我操，我又妄议中央了，我他妈大外宣也不行啊，妄议中央大内宣也不行啊，哎，好了。